全民穿越虫族世界，别人绑定毒刺螳螂、无蝎王、烈焰甲虫等 S 级本命虫，而你却摊上了一只奄奄一息的蚁后。当其他玩家都在嘲笑这是最废本命虫时，他们却不知道这蚁后每次产卵都会分裂基因，并一口吐磷酸，供以分基裂矢。飞行蚁群遮天蔽日，只因你拥有天赋技能血脉净化，只要升级就可以对任意生物进行血脉净化。此时你刚看完游戏规则，转身看着旁边那如小车般的蚂蚁正虚弱地趴在地上，脑袋瞬间一片空白，心中暗自思忖，这就是我的本命虫。从它的体型和特征来看，这应该是蚁后啊。沉思片刻后，你走到蚁后身前，伸手放在它额头上，忽然一道金光将你们包裹，一股奇怪的感觉在你体内出现，应该是契约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在你耳边响起，主人。你震惊地看向蚁后，是你在说话吗？主人，是我。主人，我现在很虚弱，随时可能进入昏迷，不过短时间没有性命之忧。话刚说完，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你无奈地看了眼蚁后，随即打开属性栏，姓名陈天 ，ID 成天做梦，等级普通级初期，简介脆皮大学生，本命虫普通蚁后，等级普通级初期，天赋血脉净化，每升一级有极低的概率血脉净化。简介，给我一段时间，还你100万军队。来到山洞口，随手找了一根树枝，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。不多时，在一条小河边停下，老子运气也是真好，第一天就找到了水源。来到河边，发现水边有一只黑影在游泳，随即举起手中木棍向黑影砸去，顿时水花四溅。带你定睛看去，水面上漂浮着一只奇怪的鱼，伸手将其捞起，同时信息列表出现在你眼前。红鱼，等级普通级初期，简介溪流常见的水生虫子，可食用。我靠，能吃的多抓点！你惊喜地看着手中的虫鱼，随后举起木棍在水边敲起了鱼，这一敲就是一上午，仅仅抓了5只。看着储物空间里的鱼，你赶紧往回跑，回到山洞，你将蚁后叫醒，将5只鱼全部了以后，你先吃，晚上我再回来。随后冲出山洞，来到水边继续抓起了鱼。就在你抓的不亦乐乎时，一只身体修长、浑身光滑的虫子张着血盆大口向你过来，你大惊失色，本能的向后退去。那虫子速度快如闪电，眨眼就来到了你面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你用尽力气举起木棍往前砸去，随着一声闷响，那虫子无力地漂浮在水面上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你又上前补了几，直到确认死透了，才小心翼翼地将其捞起。种族从善，等级普通级中期，一只处于食物链低端的食肉虫子、喜食虫鱼等小型虫。随后收进储物空间，此时空间内已经有36条虫鱼和1条虫鳝。看了眼时间，差不多该回去了，随即转身往回走。在路过一棵大树时，你的目光被垂挂下来的藤条吸引，一个念头在你脑海生成，搞点藤条，编个罩子，抓虫鱼就方便多了。打定主意后，立刻行动起来。不一会就收集到了足够的藤条。就在你刚要转身离开时，一声闷响传来，只见一个宝箱嵌入地面，你顿时惊喜不已，你果断伸手当场打开，3个光球瞬间浮现，你将其中一个光球捡起，瞬间化成一把大刀，名称大砍刀，品质青铜，简介品质青铜的大砍刀，没有任何其他加成，可做武器。收起大砍刀，迫不及待地将光球捡起，名称甜苦青铜，用于室内种植，可提高种子生长速率，普通级作物植物提高 15%， 青铜级作物植物提高 10%， 名称火把制造卷轴青铜，材料3根藤条1块实心木材，用于照明，黑夜中的点点火光。将东西收起，打开庇护所功能，庇护所种类1级蚁巢，一个破山洞，只有洞口，防御入侵都难，尽快升级你的庇护所。设施无，升级条件120木材，100石头。你环顾四周，木材石头好像都不缺，先收集一下材料吧。随后向河边走去，沿着河流来回搜寻，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收集了360个石头，还捕获了30条虫鱼，4条虫鳝。你看着天色渐暗，正欲转身返回时，眼角余光突然瞥见对岸一处灌木丛下有个金属箱子，你顿时惊喜地向对岸跑去，这次会开出什么好东西呢？伸手打开宝箱，2个光球出现，捡起光球，2道信息出现在你面前，血气鸡蛋10枚，品质白银，当温度适宜时有概率孵化血鸡，食用体质对体质有很大帮助。破壳第一眼看到的生物将终身视为父母，永不背叛，对大部分虫子有一定先天压制，同等级同体型下一般能做到秒杀。红薯20个，品质普通，普通红薯，没有任何功能，只能饱腹。简介普通事物，亦是食物界扛把。看着手中的红薯，你如获至宝，求生救命神器啊，回去必须种。收起东西，你快速地向山洞赶去。回到山洞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来到蚁后身边，取出虫鱼递到他面前，醒了就把这些虫鱼吃了吧。蚁后看着你手里的虫鱼，毫不客气地张开大嘴吃了起来。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你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随后你取出红薯啃了起来。不一会，一人一虫打了个饱。以后在食物的补充下，生机恢复大半。填饱肚子后，你取出甜宝，将其放置在洞口边上，瞬间一块2米见方的土地出现。取出红薯，将其种在土地中。做完这一切，你靠在蚁后身边，无所事事的你翻起了聊天频道。这时，一条信息引起了你的注意，随后点开他的私信，发去一条消息。等了良久也没见对方回复，于是你点开了交易区，你看着琳琅满目、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价格也是胡乱标价。而你将10只虫鱼上架，1只虫鱼换10根木头，然而上架的一瞬间就全部卖光了。见此，你又上架了20只虫鱼，1只虫鱼换15根木头，依旧是瞬间被抢空。看着空间内的400根木头和360块石头，你嘴角上扬，点开庇护所界面。就在你刚要点击升级时，聊天频道那一条公告突然被制关闭聊天界面，果断点击升级，白光瞬间笼罩山洞。等光芒消散，原本简陋的山洞多出了一条通往地下的隧道。庇护所2级
级蚁巢，以山洞为中心，方圆10米是蚁巢的领土。2级设施，卧室需要100木材，工作台50木材，可制造普通和青铜物品，要求拥有制造卷轴。孵化室50木材50石头，以后主室50木材50石头。蚁巢升级600木材500石头。卧室以后主室孵化室，目前材料足够，你毫不犹豫的点击建设。随着一阵轻微震动传来，地下蚁巢正在快速形成。随即你唤醒以后，一起朝着地下通道走去，不一会便来到了蚁巢中。主人，有孵化室不？有啊，来跟我走。很快一人一虫来到了孵化室，突然蚁后身体微微颤抖，一枚卵就从蚁后腹部落下。看着这巴掌大的虫卵，你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。不一会产卵结束，整整12枚卵整齐的排列在地。你笑着摸了摸蚁后的额头，随后离开孵化室，来到你的卧室，直接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了下去。次日清晨，你被蚁后叫醒，主人，我们赶紧去抓鱼吧。不急，我的新手大礼包都没有打开看完。从空间内取出礼包，迫不及待的打开，光芒闪。一个宝箱和3个光球浮现在眼前，接过3个光球，刹那间幻化成3样物品：2桶矿泉水，1块压缩饼干，2个打火石。我去，水火食物豪华3件套，完美。随后打开宝箱，2个光球浮现，将光球抓在手中。万能成长加速剂，品质青铜，可以加速所有生物的成长进度，使其快速长大。普通品质的生灵加速100%，青铜50%，白银20%。注：超过白银级无效。冰凉泉水池，品质白银级。简介：源源不断，清凉解暑。随即你离开卧室，将水池放置在空地上，一个冒着寒气的水池出现在地上。你激动的快步来到孵化室内，取出成长加速药剂，滴在蚁卵上。下一秒，蚁卵激烈颤抖起来，咔嚓几声脆响，随后破蛹而出。12只成年蚂蚁出现在孵化室中。你满意的看着12只泛着黝黑光泽的蚂蚁，一脸满意。从空间背包取出10枚血气鸡蛋放在地上，滴了点成长加速剂后，对着12只蚂蚁道：“跟我走，我们出去狩猎。”你一马当先，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蚁巢。很快，一人一群蚂蚁顶着烈日来到了河边。去吧，多抓点。就在这时，一条信息出现在你眼前：10节的竹子换20克左右的食物，如何？看着信息，你微微皱眉。我要一些可以种的竹子，还有20节竹子换20克左右的食物，我愿意，肉食最好，要是有水的话也可以。好，成交。随后你给对方交易了20克压缩饼干，换取了20节竹子。取出竹子，将水灌满所有竹子，收进储物空间。就在这时，天命又发来一条消息：大哥，还有不？我在换。正当你要回复消息时，蚁后的声音从河边传来：主人，快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宝箱，还有我抓到了几只虫鱼。你快速跑向蚁后的位置，只见蚁后站在一个木箱子旁，嘴里还叼着几只虫鱼，将宝箱收起。你摸了摸蚁后的额头，真不错，这鱼我拿3只，剩下的你自己吃了。好的，主人。蚁后欢快地应了一声，一口将鱼吞下，重新打开信息栏，有，这次换肉食，不过我要1根活的竹苗。好，没问题。随即你将1条虫鱼与对方换取了50节竹子和5颗幼苗。这么大方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。对了，我叫周长，我想和你长期合作，可以加个好友不？可以。我叫陈天，我们先加好友。互相加上好友后，你再次以9只鱼虫和5竹筒的水羽器交易了500个竹筒。关掉界面，你将蚁后以及一群召集到身前，将12只分成3组，一组负责装水，一组负责收集木头，一组负责收集土，而你和蚁后则前往溪流上游探索，直到下午，一人一虫来到一片开阔的空地上。你打量着四周，忽然一片西瓜地映入眼，你快速来到西瓜地前，只见地上一共10个西瓜，其中9个已经腐烂，唯一一个完好的西瓜躺在角落。你快速向前一把将其摘下，白绿西瓜，品质白银，效果清凉解渴，食用后可提升体质。你呼吸急促，白银级的食物绝对不一般。看着腐烂一地的西瓜，灵光一闪，不能吃，但是可以收集种子啊！随即取出大刀，对着烂西瓜一刀劈下，将手伸进烂瓜内，疯狂的掏种，不一会就收集了26颗种。你咧嘴一笑，转身向来时的路走去。当你回到小河边时，地上已经堆起了3堆石头和几棵大树，水面上则漂浮着许多虫鱼，其中一只冰蚁见到你回来，快速从树下叼着一个散发白色光芒的宝箱向你走来。我去，白银宝箱，苍天有眼啊！你接过宝箱，伸手摸了摸那只冰蚁的头，将宝箱收起，看向蚁群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今晚加餐。水面上的这些虫鱼和猎物，你们可以随便吃。主人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哈哈一笑，请便，你们好好吃，今晚还要干活。话音落下，蚁群迅速享用起水面上的猎物，而你则将地上的石头和木头收集起来，紧接着将那500个已经灌满水的竹筒也收了起来。做完这一切，你掏出压缩饼干和水嚼了起来，靠在树上休息，而蚁群们也吃饱喝足，陆续的将剩余的猎物交到你面前。你将剩余的26条鱼虫收了起来。良久后，你将白银宝箱取出，随手将其打开，2个光球落在你手上，悬浮太阳珠，品质黄金，功能与太阳相仿，可以悬浮于空中，无需充能，可自主吸收空气中的能量为己所。照明范围为方圆3米。简介：洞穴生活的照明灯，夜里行动的保命灯，超力杀虫剂，品质白银，几乎对白银级以下任何昆虫都具有较强的杀伤力，使其迅速失去战斗力，实力弱小的触之必死。注：被杀虫剂杀死的虫子不会影响食用，无毒。你满意的将其收进空间。天色渐暗，你转身说道：差不多了，趁天还亮，抓紧时间动起来吧。话音落下，蚁群在蚁后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啃起了大树，而你则打开了交易频道，花费60木材170弹头换了1157个装水容器。就在这时，3声巨响传来，你猛然转身，只见
3棵大树倒在地上，你微微惊讶，你们这么快就搞定了？嘿嘿，主人，这都是小意思了，快收起来。你抬手一挥，将大树收进空间，紧接着拿出蓄水容器交给蚁后，13只蚂蚁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装水工程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终于将所有容器装满，天黑完全黑了下来。你取出太阳珠，随着珠子升空，周围3米内瞬间亮如白昼，一人一群蚂蚁也顾不上休息，马不停蹄地往庇护所方向赶去。突然，一双忧虑的眼睛出现在灌木丛中，你猛然停下脚步，同时取出杀虫剂，蚁群们立刻收缩阵型，将你护在中间。你压低声音道：“继续走。”安全地走出一段路后，远处的树梢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类人生物，正死死地盯着你。别看，快走！那是鬼猴虫，黑暗中的杀手。被它盯上的猎物不是你死就是你死。但是不喜阳光，你咬紧牙关，脚步都加快了紧，硬是强撑到了洞口，方才松了一口气。就在你们进入山洞的同时，鬼猴虫就在10米开外的树上看着，碍于保护罩的缘故，无法进入其中，只能怨毒地瞪了一眼山洞方向，身影诡异地消失在原地。此时正在山洞中的你浑然不觉，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地里的红薯吸引。看样子红薯应该是成熟了，随即拿出大砍刀，对着红薯盆一阵挥舞，大量藤蔓应声而断，将藤蔓收进空间，伸手从地里拔出一个个饱满的红薯。56个大小不一的红薯被你收进背包，有了这些红薯，就算不出去也能撑很久。取出2根红薯藤和2颗西瓜籽种在田圃上，浇上水，滴了几滴成长加速剂。做完这一切，你们回到蚁巢，到卧室内，一股沁凉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天然空调，真特么的是空调啊！然而此时蚁后正趴在地上，腹部明显胀大一圈，4只兵蚁将其围在中间。突然蚁后尾部猛然收缩，一颗洁白的蚁卵被推出，距离最近的工蚁则快速地将其接住，转身朝着孵化室飞奔而去。第2只工蚁立即补位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卧室内，你看着快速奔跑的工蚁有些好奇，起身向门口走去。在看到工蚁身上的蚁卵时，顿时明白了情况，来到主室门口，目光落在蚁后身上，只见它每隔几秒就会产下1颗卵，然后被工蚁接住，转身运送仪器合成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最后1颗卵产出后，蚁后虚弱地趴在地上，你即刻走向前，取出虫鱼给蚁后补充体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孵化室看看那些卵。孵化室内，你取出成长药剂滴在蚁卵上，瞬间药剂被吸收殆尽，卵壳微微震动，咔嚓轻响，20只成年蚂蚁出现在眼前。你满意的点点头，你大笑道：“走，带你们去见蚁后。”很快，你带着蚁群来到蚁后面前，现在蚁群数量增加了，我觉得可以将蚁巢慢慢扩建，比如工兵蚁的休息区，还有巡逻也不能落下。可以，主人，我看你那田圃太小了，要不挖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种，反正有那悬浮的太阳珠，光照不是问题。你点点头，明天一早记得叫醒我，别让我睡过头。第2天，你起了个大早，来到主室，蚁群们睡得正香，你嘴角勾起一抹坏笑，小的们，给老子起床了，我烧屁股。蚁群们瞬间惊醒，锋利的口气咔咔作响，而蚁后无语的道：“主人，你搁这吓唬蚂蚁呢，好意思吗？”你眼珠一转，那个，趁早上天气凉快，我们赶紧外出收集物资吧，我在洞口等你们。说完，你一溜烟的窜出洞穴，来到山洞口。蚁后气呼呼的带着蚁群们来到洞口，走了，出发，今天有重要的事。走出山洞，你将蚁群分为6组，分散在山洞周围寻找秘境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只蚂蚁快速来到蚁后面前，经过交流后，得知这只蚂蚁发现了一只青铜级的螳螂尸体。然而正当你要前往尸体处时，又一只蚂蚁来到蚁后前，同样进行交流后，你一脸期待的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找到了？”主人，跟我来，过去看看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你带路，还有你叫上附近的蚂蚁将那尸体搬回蚁巢去。收到蚁后的命令，2只蚂蚁各自领命而去。在兵蚁的带领下，你们来到了2根石柱形成的光门前。你两眼放光，走进光门，一条信息浮现在眼前：秘境石门于早晨6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随机出现，每人只可进入1次。效果：评估求生者在全体同类中的综合实力，从而给予奖励。评估等级划分从高到低 ，F A B C D E F。此秘境存在时间为7天，7天后彻底消失。是否选择开始评定？看着信息，你兴奋不已，丝毫没有犹豫，直接选择开始评定。顿时一股白光将你笼罩。1分钟后，评定结果出现在石门中，等级 F， 排名119。紧接着，一台造型奇特的抽奖机出现在你面前 ，S 级评估等级，抽取次数2，保底等级钻石级。是否确认抽取？你立刻选择确认。刹那间，机器猛然转动起来。当你正好把天上的神仙问候不变的时候，一个光球从机器内弹出，你激动的伸手接过光球，一根荆棘缓缓出现在你手中。火之荆棘藤，等级普通级中期，潜力未知。一种吞噬阳光能量就可以不断成长的荆棘，是护家看院的好手。成长到一定程度所在的地方，温度一般维持在25度左右，滴血认主即可唤醒，在没有危险时不会暴露自己气息，平时看起来和普通藤蔓没有什么区别。简介：高温杀手，温度越高成长越快。看完信息，另一个光球弹了出来，不等你伸手接住，光球直接飞向你内心。顿时一条信息在你脑海出现：天眼，品质钻石，一种类似人工智能的精神类机械，与宿主建立精神融合后，眉心处出现一个细不可微的针孔眼，不明天眼，拥有2个功能：一，可以无时无刻灵真翻译各种生物的叫声、肢体动作，协助宿主听懂各族的交流；二，可以帮助宿主识辨各种事物，分析好处、坏处、缺点，信息将自主在宿主大脑形成。副作用：建立精神融合的过程中会极其痛苦，承受不足可能会出现人格分裂。1天之内使用多次识辨功能，容易犯困失去精气神嗜睡。是否融合？获得2件极品道具，你忍不住狂喜。你看着已经消失的光门，走吧，留在这也没有意义，我们先回去。回到洞口，你将一滴鲜血滴在荆棘上，待血液被吸收后，你瞬间感觉自己和它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。找了个位置，将荆棘种下，在接触地面的瞬间，从小小一株长到1米左右。
感受着火之荆棘出来气息，你猜测它可能突破到了青铜级。就在这时，以后弱弱的嘟囔了句，一种下去就从普通级突破到青铜级初期，我现在才普通级后期，还是我吃了这么多虫鱼才提升。这提升实力的方法不会就吃吧？主人你不知道吗？不是到现在不会一只虫鱼都没吃吧？你略有些尴尬的说道，吃了一条，可以想到只有这一点点，不舍得吃。笨蛋主人，每个种族变强的方法都有些不同，不过大部分都是通过吞噬获取营养变强的。据传说随着等级的变高，相应的寿命可以变多。好吧，不能修仙就不能呗，我们去小溪边吧，那里凉快点。最终你留下12只蚂蚁看家，其余的都跟随你朝着小溪边挺进。当你来到小溪边时，溪水已然接近干涸，看着那些在不断挣扎的水生虫子，我先将那些虫鱼抓起来，你们分成2组，一组砍树，一组找石头。很快蚁群分成了2组，分别往小溪的上下游而去，而你则拿着网兜抄起了虫鱼。很快你将这一段溪流的虫子都抓了起来，收获满满。看了眼时间已经是10点了，温度也接近了40度，你咬咬牙，顶着高温，顺着溪流而下，将一路上的虫鱼尽数收入囊中。然而身后不知何时跟着3只公牛。当你们来到一个 S 湾时，一头如小牛般的蝎子带着5只幼虫出现在河道上，双方就这么静静地注视着对方。不一会，蝎子发觉你没有威胁后，继续埋头捕捉起虫鱼。你长出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退了回去。当你回到蚁后身边时，蚁群已经趴在阴凉处一动不动。主人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得赶紧回蚁巢去，不然后果很严重。你们先走，我将物资收了就追上你们。随即蚁后带着蚁群们往蚁巢方向挡。你则将所有物资收进空间，随后你也朝着蚁巢的方向狂奔而去。跑了一段路后，你看见了前方的蚁群。就在这时，你眼角余光发现旁边树下出现了一个木质宝箱，你一咬牙，转向宝箱处，快速的将宝箱收起，转身立刻奔向山洞处。当你回到山洞时，身上已经被汗水打湿，毒辣的太阳高悬在空中，火荆棘把它那宽大的树叶遮在你头顶，你微笑的抚摸火荆棘，你以后叫火灵吧。话音落下，火荆棘摇晃着枝干。谢谢，我去，你能说话？火灵，你再说一遍。你惊骇的望着火灵，可惜你没再听到刚刚的声音，只有火灵高兴的扭动着枝干。火灵，这洞口你将其遮住，不要暴露在外。另外，你是不是到了白银级了？是的话就动2下。随即火灵扭动了2下枝干后再没动静。见状你微笑道，好，马上就要到一天最热的时候，你好生把握。随后你带着蚁群来到蚁巢内，只见一只有着螳螂外形的虫子静静地躺在地上。什么东西费这么大劲将其猎杀却不吃？要是你舍得吗？别闹，主人我可不舍得。那这是为什么杀而不食呢？或许是和他交手的虫子也身受重伤，在战胜后匆匆离开养伤了。毕竟在我的感应中，这尸体生前实力应该在白银级。白银级嘛，看样子并没有死很久。最近要小心了，一只白银级的虫子死在我们家门口，可不是一件好事。主人，我明白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破壳声传来，你将尸体收进空间中，立马跑向孵化室。只见10只小鸡仔出现在角落内，见到你的到来，小鸡们张着嘴对你叽叽喳喳拼命乱叫。见此，你取出虫鱼头喂给它。不一会，小鸡们吃饱喝足，你们在这里好生待着，我去救回。随着你的离开，小鸡们迅速地将蛋壳吃掉，然后在角落里窝在一起。另一边，你来到蚁群们新开辟出来的空间内。主人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种植区，而这个空地是工蚁集结的地。这里面我打算是用来培养菌类的，这个是用来种植主人那些食物的，这个是用来让工蚁嚼碎植物发酵的，这个是用来让工蚁休息的，最后那个是用来养那10枚蛋孵化后的生物的。可以，就是还没有兵蚁和工蚁的大型休息区。随即你将螳螂尸体取出，瞬间蚁群们的眼睛死死地注视着地上的尸体。镰刀飞羽螳螂，等级白银级巅峰，虫类中的顶级杀手，战斗力极强，敏捷反应能力皆一流，食肉昆虫，因翅膀是羽毛而得名镰刀飞羽螳螂。看着信息，你对蚁后道，那2把镰刀给我弄下来，还有这对翅膀的羽毛。话音落下，蚁后迅速地将其分解完毕，你收起东西，挑了一块肉后返回了卧室，来到火炉边，添了把柴后取出红薯放在火炉边上烤，接着取出螳螂肉烤了起来。良久后，红薯和螳螂肉都烤熟了，拿起烤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就在你刚吃完的瞬间，一股暖流涌向全身，充裕的能量遍布全身，感觉身体都快被撑爆。你咬牙强撑，半个小时后，你如烂泥般躺在地上，浑身湿漉漉的。你强撑着酸痛的身体坐了起来。看来想变强就真得食用品质高的食物，这样才能为变强提供更多的营养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意念一动，将天眼羽进行了融合，数条细细丝丝的神经开始与那眉心处的天眼建立联系，融合。当神经触碰到天眼的瞬间，一股难以形容的剧痛如海啸般席卷，眼前炸开无数光怪陆离的幻想。不知过去多久，当最后一丝痛楚退去时，你虚弱的笑了笑，成功了。随后整个人瘫倒在地，两眼一翻昏迷了过去。当你悠悠醒来时，已经是黑夜，床边守着蚁后和火灵。主人，你醒了，真的吓死我了。主人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一道清灵的声音在你脑海响起，谁在说话？你突然大吼道，主人说什么？不是只有我说话吗？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？蚁后急促的声音传来，你才脑子出问题了。你没好气的对了回去，转头对着火灵道，火灵，刚刚是你在说话吗？蚁后不解与震惊的道，火灵是植物怎么说话？相对蚁后的惊讶，火灵才是最震惊的，心里开始不断思考，主人能听到我说话？不可能啊。就在这时，你通过天眼得知了火灵的信息，心中更是一惊。从将火灵唤醒到种下，一天不到实力就从普通级到了白银级巅峰，突破到黄金级也是时间问题。见到火灵没有说话，看来真是我听错了，我没事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主人，你再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蚁后很不乐意的说道。随后你将融合天眼的事情全盘托出。天眼，主人，你的意思是你以后能听到任何生物所要表达的信息？准确来说是翻译，但也大差不差。所以主人，你真的可以听到我说话？那清灵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能，你爽快的回答道。蚁后看着你跟个傻子似的自言自语，不悦的开口道，主人，火灵，你俩在聊什么？
听不到，你听不到也正常。火灵是植物，你是虫类，你要是能听懂植物说话就奇怪了。主人，你告诉阿莹姐，等我实力突破到史诗级就可以和她正常交流。你眉头微挑，火灵说了，等她突破到史诗级，你们就能正常交流了。要是没什么事，我想自己静静。好，那主人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监督他们干活。说完转身离开了卧室。就在这时，火灵身上气息暴涨，主人有入侵者，我去救回。说完，火灵钻入地底消失不见。洞外，一只全身漆黑的虫子正站在树上，恶狠狠盯着洞穴，正是昨晚的鬼猴虫。此时它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，正是与镰刀飞与螳螂战斗。此时，火灵操控着荆棘来到了鬼猴虫的身后。为了迷惑鬼猴虫，火灵特意控制几根藤蔓在地面制造动静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鬼猴虫警觉地低着头看向声源方向，后背完全暴露在火灵的面前。就是现在，火灵立刻操控一根布满倒刺的荆棘藤，以惊人的速度射向鬼猴虫后背。感觉敏锐的鬼猴虫猛然转身，只见前方出现了大片荆棘，本能地向前方树干跃起。就在这瞬间，一片荆棘从四面八方激射而来，瞬间形成一个牢笼，将鬼猴虫困在其中。鬼猴虫见自己被困，利爪疯狂地挥舞起来，想要撕开牢笼，然而牢笼并未被撕开，迎接他的是无数藤条穿心而过，同时荆棘牢笼瞬间收紧，鬼猴拳的惨叫声戛然而止，大量的黑绿色液体流出，滴在地上。此时你正拖着酸疼的身体来到洞口，祭出太阳石，瞬间方圆3米亮如白昼。而火灵看到太阳石的那一刻，兴奋地来到你身边，眼巴巴地看着太阳石。主人，你有这样的宝物，为什么不早拿出来给我用？这样我晚上也能吸收太阳光变强了。不是，火灵，这可是地下种植的关键，不能给你。你颤抖地指着囚笼，你口中的入侵者是不是在那囚笼里？是的，拿过来让我看看。主人就不要看了吧，我怕吓到主人，长得太诡异了。少废话，赶紧的。行，当即控制着囚笼缓缓来到你面前。随着囚笼的散开，露出了里面惨烈的鬼猴虫。你倒吸一口凉气，幸好你将其杀了，不然我和阿莹怎么死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一块红色晶体出现在鬼猴虫身上，火灵卷起晶体交到你手上，在你接过晶体的同时，天眼瞬间读取了信息。火灵，这是血核，虫子生命精华的结晶，击杀后有小概率掉落，对实力、体质提升有极大帮助。这个就给你了，兴许吸收后你能突破黄金级。见状，火灵感动不已，随后原地将血核吸收，一股能量涌入其体内，瞬间气息再度暴涨。通过天眼观察，火灵已经突破黄金初期。借着太阳石的光芒，你注意到周围的树木都缠绕上了藤条，顿时不解地问道：火灵，你为什么把周围的树都缠满了荆棘？主人，这些树会抢我的阳光，所以我打算绞死它们。一听这话，你顿时眼前一亮，为什么不直接把它们弄断？正好我也需要大量木材。明白，主人你看着，我直接推倒方圆30米的树。下一秒，地面开始颤抖，无数藤条疯狂地钻入地底，将树木的根系硬生生整碎，参天大树轰然倒塌。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。就在这时，蚁群们纷纷来到洞口，以后疑惑地问：主人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没事，刚才火灵在砍树。对了，这鬼猴虫的尸体你们吃了。看着一旁的鬼猴虫，蚁群们迅速开始分食起来，而火灵则继续的伐木打板，而你则将52根老红薯藤挂到交易区，一根红薯藤换30木头或者石头。不过几分钟，红薯藤就被同一个人给买下，获得900木头，660石头。见状，你直接将蚁巢升级，看着进度条，你心里乐开了花。这时火灵兴奋地喊道：主人，你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只见一根藤条卷着一个宝箱送到你面前，你大喜过望，将宝箱收起。火灵，你太棒了，继续。3个小时后，就在火灵将要推倒最后一棵大树时，你大喊道：等等，火灵，那是一棵果树，你能不能将它连土一起挖出来？火灵一愣，能，我这就将它挖起来。不一会，火灵就将果树挖了出来，送到你面前。主人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果树？你点点头，天眼发动，惊觉品质黄金级，全身都是药材，叶子泡水可以让人清净思路，常喝对感悟思考有好处，果子可以解大部分毒，疗伤治病，根茎可以增香，入药提升体质有一定用处。简介：全身是药，保命神树。宝贝，这是宝贝，关键救命的宝贝。你兴奋地喊道。你将木材收入空间，看着空间中的收获：1232木材，2个普通宝箱，一个白银宝箱，一个黄金宝箱，杂草树枝无数，你心中大喜。走，回去将果树种下。回到洞口，你将4个宝箱取出，红石开启，瞬间5个光球浮现在你面前。接过普通宝箱的光球，获得5块面包，1套茶具。接着是白银宝箱的光球，获得1瓶净化药剂。净化药剂品质白银，服用后可以解除身体的负面效果，注：切勿将其视为治疗药剂，因品质不高，只能解除身体轻微的负面效果。简介：净化一切，容光焕发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你立马将其灌下，瞬间浑身酸痛感消失。紧接着是黄金宝箱的光球，获得物品融合卷轴乘2，物品融合卷轴品质铂金级，可以将2件或者3件物品融合成1件，有概率提升1级品质，可以是物与物的融合，也可以是物与植物融合。盟友传送卷轴乘2，品质铂金级，作用：结为盟友，并在各自的山洞中形成一道传送阵，需要主方同意便可传送，且双方无法伤害神。你看着手中的融合卷轴，再看向金蕨子树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你脑海浮现，将泉水池与金蕨子进行融合，刺目的金光将其包覆。不久后，金光消散，在天眼的查看下，品质已然提升到铂金级。你靠近泉水，捧起泉水一口喝下，冰凉的药力能量滋补全身，说不出的舒服。这灵泉水完全可以拿去交易，这绝对是战略物资。对了，火灵，你现在能覆盖多大范围？我要开荒。主人，大概100平左右的土地。好，今晚你就把100平的土翻一遍，分成4块地。明白。霎时间，无数荆棘藤蔓破土而出，如同一条条巨蛇在土地上翻腾。次日，你从床上悠悠醒来，刚来到主室，以后的声音响起：主人，这是要去哪？准备去种红薯，等下叫一些工蚁来地面帮忙，我先上去。主人慢走。不多时，你来到地面上，看着天上的猎人。算了，看样子今天是能突破60度。随即打开交易
易频道，花费1000木头交易了一张木瓶制作图，一张水缸制作图。火灵，你下来一下。正在享受阳光浴的火灵不情不愿地来到你身边。主人，干嘛？你指着旁边的散土堆道，帮我把这些土压实成一个球。下一秒，火灵操控着藤条迅速地将泥土压成一颗土球。主人，还有什么事？没有，我就继续晒太阳去了。没有了。说完，你转身进入蚁巢，来到工作台前，取出卷轴放在工作台上，制作了200个木瓶以及10个水缸。工作台立刻亮起微光，显示制作进度：小瓶需要10分钟，而土缸则需要2个小时。趁着这个时间，你打开交易频道，一张管子卷轴引起了你的注意。思考片刻后，给对方发去私信：兄弟，价格能便宜点不？我用实物换。不可能，这价格我还觉得定低了。既然如此，不要也罢。再见。别啊，这样吧，你要是买了，我送你1立方冰块如何？看到冰块2字，你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。我有一瓶铂金级的疗伤药，换300块冰，外加那卷轴，如何？好，成交。加个好友吧，我叫赵七好。看到这名字，你瞬间愣住，不会这要巧吧？真的会是他吗？我的赵弟是你不？我是你陈哥。靠，哪来的狗东西敢占我便宜？401大帅逼，陈赵中代，我是你陈哥。陈天文，我才是你哥，别偷换概念。文，你应该叫我哥。这样吧，你叫我哥，我有办法让我俩见面。真的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的，切，真得收购你了。你跟我来了，我俩结盟，同意一下。随后，你使用了一张盟友传送卷轴，两人结为盟友。卧室角落内，一个传送法阵陡然出现，你来到灵泉旁，装了些灵泉后来到传送阵中，白光闪了。等你再次睁开眼时，只见一个人影向你走来。陈老弟，想割没？走，带你去看冰山美景。你点点头，跟着赵七号往洞外走去。不一会，两人来到一条小溪边，你从空间中取出物资，一股脑的塞给赵七号手里。七号，哥对你好吧？行，老弟说这么多，我知道。对了，你的本命虫是什么？我是冰蚕。说完，一团雪白的蚕虫出现在他胸口，在天眼的作用下，冰蚕的信息出现在眼前。冰山天蚕，等级青铜级后期，一种生活在冰山极寒之地，以冰晶为食的虫类，吐出的冰丝有极寒冰毒，实力达到一定时有概率进化成6意识新冰蝶，可以赋予主人耐寒抗热的且增强体质，可杀人于无形。七号，你这冰蚕强的离谱啊！哪里？你的以后将来指挥千军万马，那才让人兴奋。要是你喜欢，我可以让你当我的大元帅。回到山洞内，你站在传送阵上。七号有事随时联系，不要硬扛，你还有我这个好大哥。说完，白光一闪，你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内，来到工作台前，将瓶子收起，随后来到灵泉边，将瓶子灌满灵泉，打开交易频道，将灵泉90瓶灵泉挂了上去，换取木材、石头、各种种子、食物和血核。做完这一切，你刚来到山洞外，火灵立刻从地底窜出。主人，我这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个？少卖关子，一起说。好消息是找到地下水了，坏消息吗？在地下50米处，主人要怎么取上来？50米吗？知道有地下水就行，以后我让工蚁来挖。随后你将红薯藤、西瓜子、玉米种子种下。做完这一切，太阳已然西斜，我们回山洞去休息一下。火灵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别让这阳光烤熟了。好的，主人。以后和火灵一同说道。回到山洞内，你取出冰块摆放在角落，让洞内温度下降许多。随即取出虫鱼和装水的竹筒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吃点东西，渴了就喝水。主人，就不客气了，你们先吃着，我回卧室了。说完，你进入隧洞，回到卧室，取出红薯，就这样全吃了起来。刚吃完东西，你给赵七号发去一条消息，快帮我把这10个土缸装满水。知道了，等会儿晚上过来一趟，有关秘境的事和你说。关闭聊天界面，你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睡着。当你悠悠醒来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，聊天频道已经赵七号轰炸，而最新一条是5分钟前的。操，你再不回消息，老子要给你立牌了！滚滚滚！这么希望我挂？我只是太困了睡着了，没死就好，吓死我了。同意一下，我来了。随后你翻了个白眼，同意了传送请求，顿时角落的传送阵亮起白光，赵七号的身影出现在传送阵内，大摇大摆地走到你面前，说：秘境是什么鬼？随即你将秘境的事一股脑说了出来。良久后，所以你得到了什么宝物？一株荆棘藤，还有一个天眼，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。赵七号瞪大双眼，天眼，二郎真君那个天眼，想什么呢？只是个高科技产物而已，羡慕死了。那荆棘藤呢？你跟过来就知道，让你开开眼。随后两人来到山洞外，开工了，把那些装满水的土缸拿出来，我要配成长加速剂。闻言，赵七号将水缸取出，你则将成长加速剂倒入水缸中。随后在火灵和蚁后的帮助下，众人迅速的将水浇灌到地。做完这一切，天也黑了下来。你们回到山洞口，取出太阳石，接着取出一个西瓜，均匀的切开后，招呼众人吃了起来。赵七号眯着眼说道：阿天，你这种植方法弊端可不少啊，缺水是大问题，不过有我在保证有水。七号，这都不是事，地下水知道不？只要打通，问题就迎刃而解。闻言以后抬起脑袋，主人，地下水具体位置在哪里？我马上安排工蚁挖掘，地下50米左右的位置，我记住了。等晚点我就指挥工蚁挖掘。没多久，一个西瓜就被吃得干干净净。阿天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赵七号起身走到传送阵，随后就回去了。此时你转身对蚁后道：关于打通地下水的事，要不我们今晚就开始行动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说完，蚁后带着蚁群回到了蚁巢，在火灵的协助下开始挖掘了起来。而你则来到孵化室内，一堆蚁卵整齐地排列在地上，一枚特殊的卵被放在最前面。你快步走上前，将蚁卵捧起，在天眼的解析下获悉了信息：变异蚁卵，还是成长型的。你果断将成长药剂滴在蚁卵上，顿时外壳上亮起了一阵光芒。不一会，一只体型硕大的蚂蚁破卵而出，天眼自动发动。狂魔刀蚁，等级普通级中期，品质成长性变异种。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异变蚂蚁，浑身利刃如同行走的杀戮机器。就在这时，蚁后匆匆来到你身边，当他看到狂魔刀蚁时，立刻警惕起来，死死地盯着狂魔刀蚁。别紧张，自己人。主人，我们在挖掘的时候发现有东西在动，走，带我去看看。当即取出大砍刀，而狂魔刀蚁一马当先走在你面前。不多时，你来到隧道内，取出太阳石，周围瞬间被照
漂亮。前方一只巨型蠕虫在地上缓缓蠕动，天眼激活，一行信息出现：地穴沙虫，品质黄金，等级青铜级，群居地下虫子，喜欢潮湿的无光的地里，分泌的粘液有毒，同时是它们保持湿润的秘诀，容易被光刺激而暴走。暴走的它们遇什么吃什么，战斗力不容小觑。突然，沙虫发出一声嘶吼，身体快速向你扑来，顿时隧道内地动山摇。你大吼一声，快跑！话音落下，你转身往回跑，而沙虫则在身后紧追不舍。当沙虫进入火灵的攻击范围时，大量的荆棘深深地扎进它的体内，沙虫疯狂地扭动身体，砰！嘶吼。然而怎么也挣脱不了。见状，你停下脚步，转身取出杀虫剂，往杀虫嘴里一顿滋，很快杀虫就没了动静。就在这时，隧道深处传来了更大的动静，你迅速将尸体收进空间，转身跑回防护罩内。不多时，隧道内出现了8只杀虫，一头黄金级，3头白银级，4头青铜级。黄金级的杀虫对着你的方向嘶吼。为何杀我的族人？我要你们这群低贱的蝼蚁陪葬！为何身为领头之虫居然会问出这个弱智的问题？那只臭虫就是我们杀的，有本事就过来！领头虫愤怒地嘶吼道：“我要你死！”话音落下，8只杀虫同时暴动，疯狂扭动着身体冲击在防护罩上。然而黄金级和白银级的杀虫被阻挡在外，4只青铜级的却能穿过防护罩。看着4只青铜级的杀虫向你冲来，你冷哼一声：“火灵，我要他们死！要是有血河掉落，立刻交给我！”话音落下，火灵的荆棘瞬间从4面8方激射而来，锋利的尖刺将杀虫贯穿，断绝了生机。防护罩外的4只杀虫发出凄厉的嘶吼，更加疯狂地撞击防护罩。你眉头紧皱，若有所思。看来这个结界只允许青铜级的生物通过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无数疑问在你脑海盘旋。就在这时，火灵卷着2枚血河递到你面前，收起血河，取出杀虫剂交给火灵。火灵，你去给他们加量。接过杀虫剂，来到防护罩边，对着杀虫就是一顿喷。顿时，杀虫发出凄厉的吼叫，身体剧烈抽搐起来。不一会，杀虫们轰然倒地，吐出绿色的液体，身体微微抽搐。火灵趁机又喷了几次杀虫剂，10几分钟后，杀虫彻底断绝了生机。此时以后，从杀虫尸体上掏出了一块黄金级的血河。主人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你看着黄金级的血河，你将这枚血河吸收了吧？实力能提升多少是多少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亲爱的主人。随后来到火灵身边，将金河吸收。你走上前，将尸体收进空间，取出竹筒，准备将地上的粘液收集起来。突然，一个声音在你耳边响起：“主上，我帮你。”你猛然转身，看着狂魔刀蚁，激动的道：“你开智了。”是的，主上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你就叫狂魔吧。转头对工蚁下令道：“你们过来领取空竹筒，把这些粘液收集起来，顺便把这里打扫干净。”不一会，蚁群们就将地上的粘液收集干净。此时以后的气息急剧攀升，一路从青铜后期提升到白银初期。主人，我突破了！蚁后兴奋地说道：“突破了就行，走，我们去他们老巢看看。”2只蚂蚁一前一后将你护在中间，朝着隧道深处探索而去。良久后，隧道深处逐渐开阔，取出太阳石，光芒瞬间照亮整个洞穴。数条白色幼虫在洞穴内蠕动。就在这时，一条青铜级杀虫猛然窜出，对着太阳石扑去，同时蚁后也迅速扑向杀虫。锋利的巨鳄瞬间将其一分为2，瞬间失去生命，并令兵蚁将这些幼虫击杀，然后搬到一起。好的，主人。随后在蚁后的命令下，兵蚁们迅速地将幼虫解决，整齐地堆在地上。你将尸体收入空间。就在此时，你发现通道前方赫然出现一个散发黄色光芒的宝箱。你迅速向前，用大砍刀将黄金宝箱打开，2个光球浮现，将光球捡起。昆虫驯服卷轴，品质白银级，对白银级生物有极大的概率驯化，白银级以上的概率极小。签订主仆契约，不管在何方，只要犯起杀意都会自爆而死，且能随意掌控其生死。契约成，将无解。冰窖储存室卡，品质铂金级，使用后将和蚁巢融为一体，形成一间大概100平的大冰窖储存室，可以良好的储存各种食物而不变质。功能类似冷藏库，存入的食物置于5个月内不会变质，且可以将水结成冰。注：放完食物记得关门，不然寒气大量流失会影响储存效果。不虚此行啊，我们回去吧。就在你转身准备离开时，一道紫色影子一闪而过，你猛然转身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只见一只紫色幼虫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一条隐秘的隧道，拦住它！你大喊道。狂魔刀蚁反应极快，瞬间冲了出去，一口将幼虫的尾翼，而幼虫则消失在了隧道深处。同时天眼也读取到了相关信息：变异地穴杀虫幼虫，等级普通级，品质未知，成长型，特殊种银沙龙虫前身银沙幼虫，天生怕水，却总会在成长过程中与水相遇，在特定条件下有极低概率进阶的银沙龙虫，不仅战斗力惊人，拥有驱水避旱的先天血脉天赋，在干旱地区总能找到地下水。看着信息，你咬牙切齿的道：“给我追！这绝对是稀有品种，抓活的！我要驯服它！”话音落下，狂魔刀蚁首当其冲，瞬间冲入隧道，以后则带领着蚁群们紧随其后，而你则跟在蚁群后方。不多时，银沙幼虫就被蚁群们包围在地下水边。当你赶到时，看着清澈的地下水，你不禁一喜，这下水源问题也解决了。看着瑟瑟发抖趴在地上的银沙幼虫，你面目狰狞地对其道：“老子不管你听不听得懂，你最好祈祷你能听，只要你愿意臣服于我，不仅可以活命，我甚至有办法助你进化为银沙龙虫。”在银沙幼虫权衡利弊后，它缓缓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而你则拿出驯服卷轴，瞬间化作一道光芒没入银沙幼虫体内，极道奇怪的感觉将你们联系起来。随后转身对蚁后道：“我们回去吧，地下水也找到了，好好休息一晚，明天再打算。”话音落下，你带领着队伍往回走去。当你回到蚁巢时，取出冰窖储存卡，对着墙壁直接使用。
卡片化作点点光芒融入墙壁内，下一秒蚁巢微微震动，一个一本见方的冰窖出现在眼前。见此，你将空间里的食物一股脑的全部放入冰窖中。做完这一切，你将队伍遣散，带着狂魔刀蚁和银沙幼虫回到卧室内，而你则躺在床上睡了过去。次日清晨，你就被赵七号的信息轰炸醒来。我搞到个好东西，保证你喜欢。速来我这集合。来了，你黑着脸起身，招呼两只一同踏上传送阵。光芒闪过，你带着两只出现在赵七号的卧室内。你可算来了，走，先去找秘境，然后我带你去个宝地。随后两人朝洞外走去。不一会，你们来到一处松林，一个石门秘境赫然屹立在前方，还不快去抽？好嘞！赵七号走到石门前，信息浮现在光门上，姓名赵七号 ，ID 大宋赵家，排名998，等级 S 级。一个熟悉的转盘出现在赵七号面前，我愿意用我兄弟一辈子的单身出金，我抽。下一刻，两个光球弹出，幻化成两张卡片，鬼虫池卡，品质稀有级，效果使用后可生成鬼虫池，将虫族尸体投入其中，可转化为活死虫傀儡。活死虫无灵智、无灵魂，实力为生前的3/4，但等级保持不变。简介：给我一具尸体，还你一只无比忠心的活死虫。手力压水井全套卡，品质铂金级，使用后主动安装，可以将深与地下的水通过手摇压力打出来。管子全长100米，可主动调节伸缩。当即赵七号将水井卡递给你，送你了，这下你地下水就可以更好施利用。收起卡片，赵七号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这次我带你去开开眼界。我在洞穴深处发现了一处温泉。”说完，自顾自地往前走去。良久后，你们来到一个山洞前，就是这里了，准备大开眼界吧。说完，两人一前一后踏入山洞。洞窟内，一棵高大的巨树矗立在中间，树根处有着一处小水洼，周围零散地长着一些蓝色花朵。目光所及，天眼自动识别信息：冰魄树，品质史诗，一种罕见的树，只出现在富含冰水的山脉洞窟里。树干和树叶全身都拥有致命的寒毒，接触的冰魄果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等级，体质也会随之增强，但是有耐药性，且可以获得耐寒体质，不易被冻死。与之伴生的星辰花可以解寒毒，冰藤可以当作武器，命中目标会释放寒毒。冰魄池无法搬离冰魄树，长期浸泡可以让身体免疫寒毒。随即你将获取的信息全部说了出来。残灵，麻烦你去采几片星辰花的花瓣。在征得赵七号的同意后，残灵落在一朵星辰花前，摘下几片花瓣，用蚕丝缠在一起，一点点的往回拖。就在这时，几道冰刺急速的向残灵袭来，同时树上跳下数十只蓝色蚂蚁扑向残灵，而残灵反应极快，叼起花瓣跳到空中，吐出大量蚕丝挡下冰刺的攻击。紧接着残灵向你吐出一道冰丝，见状你立刻伸手接住，用力一扯，将其拽了回来，花瓣顺势落入你手中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：尔等速速退去，不要再来，吾将既往不咎。你抬头看去，只见树冠上一只白色的蚁正死死盯着你。冰魄蚁王，品质史诗，等级黄金级，是冰魄树的守护之虫，战斗力极强。以冰魄树释放的寒毒为食，因过度依赖冰魄树而终身不得离开冰魄树。离开冰魄树将因无法吸收寒毒而快速失去战斗力，直至死亡。区区一条隐虫子也敢如此口出狂言。7号，我给你一次装逼的机会，上，跟他大战300回合。阿天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让我一个人上，快上！那冰魄蚁王倒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可以作为你第一只鬼尸虫了。随后你晃了晃手中的花瓣，想想我跟你说的效果是什么。赵七号瞬间明白，你将花瓣交给赵七号，随后一脚将其踹了出去。陈天，我热你奶奶的，特娘的，给我等着！随后只听见砰的一声，赵七号的脸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，不过他迅速站了起来，朝着最近的星辰花而去。有残灵帮助抵挡攻击，赵七号完全无视冰魄蚁的攻击。尔等找死！冰魄蚁王在树冠上愤怒地咆哮着，你捡起脚下的尖锐冰石，白沙来点毒。好嘞，主人！银沙幼虫立刻对着冰石吐出一团毒液，转身瞄准冰魄蚁王用力甩了出去，准确无误地砸在蚁王的背上，瞬间被毒液腐蚀出一片焦黑的痕迹，疼得他直跳起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赵七号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境，完全无视冰魄蚁的攻击，疯狂地采集星辰花，周围的星辰花几乎被他横扫一空。不一会他就回到你身边，来，给我一些星辰花，你我兄弟2人天下无敌。接过星辰花，转身将2朵交给白沙和狂魔刀蚁，你们也一起上，明白？主人。7号，你带着残灵正面牵制蚁王，我和狂魔去摘果子，白沙负责干扰其他冰魄蚁行动。说完，你一个箭步冲了出去，来到冰魄果边上，快速地将其摘下，随手抛给狂魔刀蚁，吃了便强好办事。狂魔刀蚁丝毫没有犹豫，一口将冰魄果吞下，刹那间他周身泛起刺目的血波。几秒钟后，光芒收敛，狂魔刀蚁的气息已然暴涨至白银级巅峰。就在这时，蚁王看向你的方向，猛然甩开赵七号的纠缠，以极快的速度向你冲来。主人小心！狂魔刀蚁立即挡在你面前，将蚁王拦了下来，而赵七号则在蚁王身后狂追。阿天，快闪开！这畜生发狂了，让开！近我身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杀虫剂顿时出现在手中，对着蚁王的面门就喷了过去，顿时让他痛苦。随后取出粘液倒在蚁王身上，直接被粘液埋了起来。狂魔，干他！尸体别拍碎了，某人还要呢。下一秒，狂魔刀蚁已然将蚁王解决。赵七号看到这一幕一脸惊奇，你有这等杀气不拿出来，害我白担心了。随着蚁王的死亡，蚁群们顿时乱成一锅粥，纷纷四处乱窜，紧接着陆续的僵直在原地，失去了生机。狂魔，白沙，快给我捡血核，一个不留！你迅速的将蚁王体内的黄金级血核收入囊中。良久后，你得意洋洋的看着收获：1枚黄金级，3枚白银级，10枚青铜级，还有50枚普通级，共计64枚血核。你掏出12枚冰魄果交给赵七号，赵七号将冰魄果收起，掏出鬼虫池卡，轻轻一握，地上顿时出现一个冒着气泡的黑色液体池，将蚁王尸体丢入池中，黑色液体快速将尸体包裹，消失不见。闻言，你来到冰魄池边，将一个冰魄果吃下，入口瞬间化作一股冰凉的生命。
一头扎进冰魄池中，刺骨的池水瞬间将你吞没，寒气从每一个毛孔渗入，肌肉纤维在寒气的淬炼下断裂又愈合，就连灵魂也似乎要被冻结。不知不觉间，你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恍惚间，你听到赵七号的喊声：“你给我清醒点！你要是就这么死了，我就在全屏交流区公布你看各种不雅视频和各种闷骚事情。你敢，老子做鬼都不放过你！”你瞬间清醒，给老子破！一声长啸发出，你浑身一震，气息节节攀升，最终稳稳停在了黄金级初期，一跃而起，稳稳地落在赵七号面前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，爽！就是过程太要命了，跟被凌迟似的。你现在可是黄金级了，比我还一个大段位，要不你也去试试？算了，等我突破青铜级到白银级再用，跟你过来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我要回去了，这里有一条冰水矿脉，对残灵有极大的好处，你好好找找。知道了，走，我送你。赵七号看着自己的第一只鬼死虫，对命令道：“给我守着在这里，要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明白不？”卧室内，你站在传送阵上，白光闪过，你回到蚁巢内，掏出一枚冰魄果递给白沙：“你先喝些精绝药水，再吃这果子，记住了。”白沙接过冰魄果，来到池水边，喝了几口精绝灵泉后，将冰魄果吞下，开始吸收起来。你离开卧室，来到地面上，看着蚁群们热火朝天的在田间忙碌着。以后察觉到你的到来，来到你身前：“主人，你回来了，你实力怎么到了黄金级？”当即你取出冰魄果，把它吃了，你也能变强。那主人，你先看着，我进山洞吃了这个冰魄果。说完，一溜烟跑回蚁巢。这时火灵的声音传来：“主人，我也要你刚刚给阿莹解的蛊。”火灵，吸收完这冰魄果，能突破铂金级吧？太能了！我要趁着这太阳即将达到顶峰，吸收。说完便消失在你面前，掏出压水井卡片确认使用。卡片在空中转了几圈后，化作一口传统水井。一块虚拟屏幕亮起，当前管道长度0100米。当即你在屏幕上飞快点击，直到50才停下。下一秒井身微微颤抖，管道部署完成。当前深度50100，检测到有水，请手动舀水，握住铁舀柄，用力上下摇动。时间飞逝，管子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声响，出水口终于喷涌出清澈的泉水。就在此时，一个 ID 为9州的人发来一条信息：“你好，请问你还有药水吗？我可以出大价钱购买，可以的话，我想和你长期合作。如果我只有1瓶呢？还长期合作吗？如果是想试探我的实力的话，大可不必。老夫排名前3，可否长期合作？行，我加你好友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轻点屏幕发去好友申请。我姓夏，名化川，不知名讳，龙首下滑川夏老。我是不是龙首很重要吗？现在不是蓝星，也不是龙国，有的只是和你一样的普通人。意思是你承认你是龙首了。夏老好，你都这么叫了，随你吧。所以你还有那药水？现在只有最后的10瓶，如果夏老想要，我可以换，但是只能用血盒换，还是原价格500枚1瓶。行吧，交易吧。当即你将10瓶灵泉挂了上去，而夏老不仅挂上了血盒，还附带了2枚白银级的水稻种。交易完成后，你关闭界面，你向夏老请教了一个疑问：7天保护期过后会发生什么？而对方只回了简短的文字：70度高温，急骤。你眉头紧锁，目光凝重地看着这简短的文字，切换到好友列表：7号传送过来，要出大事了。随后看向火灵：“跟我来，我们去找阿莹。”说完转身向蚁巢走去。蚁巢内，你将情况全盘托出。有啥好紧张的？没有晚上，极温关我地下30米的蚁巢什么事？关我50米深的地下水什么事？况且要是全是白天的话，对火灵来说绝对是超级大补。有火灵在地面挡着，热不着我们的。主人大可放心，别急得没脑子了。这番话瞬间把你敲醒。对哦，我的庇护所都在地下，是我太着急了。主人，要是急骤的话，没有意外，我绝对可以突破钻石级。那股阻碍感还是存在，而且越来越强烈。就在这时，赵7号的信息传来：“什么是这么急？你不会挂了吧？”没挂，就是在龙首那得知，2天后将是极昼，温度会高的离谱。卧槽，真的假的？等等，我去你那！顺便给你介绍个人。关闭界面，你对火灵和蚁后道：“等下你们都不要现身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要靠近卧室。”火灵，你在暗处盯着，要是有什么意外，直接出手。主人放心，我会盯紧的。说完，你转头走向卧室，将灵泉收起。就在这时，传送阵白光亮起，2道身影出现在传送阵中。当你看向传送阵时，除了赵7号，还有一个被残灵五花大绑分子。见到此人，你瞳孔猛然收缩，大砍刀出现在你手中，带着破空声直劈向你。就在此时，赵7号惊呼一声：“阿天，等等！”刀尖在女人鼻尖戛然而止，那女人吓得魂飞魄散，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近在咫尺的刀刃。7号，这就是你带过来的人？你发出冰冷的声音质问道。不等赵7号有所反应，你一把将堵在女人嘴里的破布取下，顿时房间内如同炸开了锅。你放过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我和你无冤无仇啊！可笑，无冤无仇，可笑，真他妈可笑。也对，10几年了，你不认识我也正常。那我帮你回忆一下，冬至雨天，孤儿院门口杂种。瞬间女人脸色惨白，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：“杂种，还不放了老娘？难道你要杀你的亲生母亲吗？”你冷笑一声，手中砍刀一挑，在女人脸上划出一道血痕。想起来了吗？可惜我没有母亲，所以你这个假冒的该上路。杂种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天杀的杂种！女人疯狂地扭动着被束缚住的身体，唾沫星子横飞，吵死了。手中刀光一闪，一截血淋淋的舌头掉在地上，嘴里不断发出惨叫声。没一会，秦宇便昏了过去。7号，带我去他那庇护所。你想干嘛？我想看看系统所说的失去求生手表被视为抛弃者，到底会被什么怪物无时无刻攻击。OK， 走吧。说完，拖着半死不过的秦宇踏上传送阵。很快，2人带着秦宇来到了他的庇护所。推开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型垃圾场，腐烂混合着各种气味扑鼻而来，让人恶心不已。赵7号刚想迈步将门关上，一只肥大的人脸蛆虫缓缓爬来。就在人脸蛆虫靠近门口的一瞬间，赵7号快速将门关上。在蛆虫出现的一瞬间，天眼便读取了信息：人脸鬼蛆，品质成长型，等级青铜级巅峰，一种长着酷似人脸的鬼蛆，擅长精神攻击，不要长时间盯着那鬼脸，不然会被拉入其制造的幻境之中。
生活在充满屎的地方，潮湿、恶臭、闷热的环境。看完信息，你不禁打了个寒颤，随后招呼赵七号将庇护所里的东西搜刮一空，获得了一把铂金级弓箭、一张卡片、一张卷轴、40支青铜石剑、一块青铜级生姜、3个普通小米蜡。食物材料若干，寒弓，品质铂金级，特性可自动凝聚10支寒冰箭矢，命中目标后造成短暂冰冻效果，使用后进入10分钟冷却期，冷却期间可使用普通箭矢。迷你小蜜蜂卡，品质黄金级，功能使用后可生成6只微型侦察蜜蜂，实现远程监控及操控。实践制造卷轴，品质青铜级，材料需求小石头2，小木棍1。你将食物材料全分给赵七号，其余的你直接收起。取出迷你小蜜蜂卡，选择使用后，卡片化作一道流光进入你体内，手掌一翻，6只迷你机械蜜蜂出现在你掌心，意念一动，一只蜜蜂飞到庇护所的角落隐藏起来，随后通过传送阵回到了赵七号的庇护所。打开屏幕，小蜜蜂的实时画面传回，秦宇依旧静静地躺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们静观其变吧，等着看吧。这一等就是大半天，直到3更半夜时，监控画面突然剧烈抖动起来，墙壁上渗出暗红色的液体，角落里那些腐烂的食物残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，化成一堆血液。床上的秦宇疯狂地嘶吼着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某个方向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打开，一道黑影从门外流了进来，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瑟瑟发抖的秦宇。结，美味的食物，这里一只苍蝇。突然画面一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另一边，黑影将蜜蜂搅碎后瞬间扑到秦宇面前，化作黑雾从秦宇的七窍渗入其体内。秦宇剧烈抽搐，似有无数虫子在皮下分析。没一会儿就只剩下一张人皮。赵七号卧室内，你深吸一口气，他发现我们了。而赵七号则面如白纸，身上早已被冷汗打湿。7号，刚刚看到的不可名状的虫子切不可外传。明白？那好，我回去了。说完就走进了传送阵。次日你被以后叫醒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保护期了，过了就将迎来极昼了。主人，出不去我们可以在地下活动，等菌类培养出来，再加上主人你作物，食物不成问题。还有现在已经有100枚蚁卵在孵化室里等待孵化，阿莹你就安心产卵吧，后勤和食物我来处理。至于蚁卵，成长加速剂确实不够用，这样吧，作物用一半，蚁卵用一半，以后我再想办法。那主人，我先去忙了。以后离开后，你席地而坐，打开了好友列表。夏老，再不，我想问问万能成长加速剂的事，您有没有相关的消息？有，不过你不一定能搞到，但以你那药水兑换的话，应该可以成功。方便透露不？方便是方便，我可以引荐那个人给你认识，不过我能得到什么呢？5瓶如何？再多就不要了。最终你以7瓶药剂为代价得到了相关信息，希望一切顺利。这时白鲨和狂魔2护卫来到你身边，主人，我们来了。白鲨、狂魔，我们去孵化室，将那100来枚蚁卵孵化。说完，你带着2只向孵化室走去。孵化室内100多枚蚁卵被分为2堆，10枚青铜级，122枚普通级。你取出成长加速剂，一滴一滴的滴在蚁卵上。1个小时后，蚁卵陆续完成退化。132只蚂蚁齐刷刷的出现在孵化室。你们自己去阿莹那报道，别站在这里。随后你回到卧室内，打开交易频道，搜索起各种肥料的相关信息。不一会你就被一条信息吸引，灵壤，品质铂金级，作用蕴含生命能量的土壤，只需100克就可调节改善方圆10米的土地肥力，有概率促进作物变异。价格100克换150枚普通级血核。发去一条私聊，您好，请问吸氧用药水交换，具体兑换比例如何？就在这时，一条好友申请弹出，立即点击同意。你就是那个拥有铂金级药水的买家，要买我那白银级成长加速剂？是的。话不多说，1瓶药水换2瓶成长加速剂，拒不还价。在你一番友好的交涉后，你与对方达成协定，以9瓶药水一次性换取3瓶加速剂。真败家，纯纯的血亏不赚。交易完毕后，你切换到神农氏的聊天窗口，精绝药水可以200克吸氧换1瓶铂金级药水，概不还价。成交。你能提供多少克？我全要了，大概1000克，后续还要就得等10天后了。随后你付出了5瓶药剂，换取了对方1000克的灵壤。关闭界面，你来到农田，取出加速药剂，滴在作物上，效果立竿见影，作物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，看样子大概1个小时应该能完全成熟。取出灵壤，将灵壤均匀的撒在田地里，接触地面的瞬间，土地泛起一层翠绿的光子，笼罩了整片土地。你启动天眼，瞬间土地的信息出现在你脑海。褐土灵壤，品质黄金，效果1，可以让黄金以下作物周期缩短99%，黄金级以上的逐级半减，直到无效加速。2，品质将保持最佳，且有极低概率变异进阶。3，作物无任何副作用，但是土壤品质会随着时间肥力大量流失而降级。黄金级，你大喜过望，再看向别处，结果发现整块土地分为3个阶级，最里面为黄金级，中间的白银级，最外围则为青铜级。看着所有作物因为土壤升级开始疯狂生长，整片农田开始一场生长竞赛。看来我得去找阿莹商量一下新的种植规划。当你来到主室时，以后正在疯狂的进食，身形都大了一圈。我的乖乖，阿莹，你这么吃是想吃穷我啊？主人让你见笑了，你找我何事？你走到以后身边，将你的计划全盘托出。行，主人我会安排。交代好一切后，你再次来到田地中，你将所有作物收入囊中，转身回到蚁巢内，将大西瓜全部放入冰窖内。随后回到卧室内，打开交易频道，将红薯藤上架每10根红薯藤换取1枚血核。紧接着你以100个红薯与夏华川换取了4斤水稻。夏老，你除了水稻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，比如料理之类的？有，我有盐，品质也在白银级，不过你得和我成为盟友，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免费给你500克的盐。可以，但是我怕被你吃了，所以短时间内我不会和你见面。在同意了夏华川的结盟后，你以1500枚血核换取50千克盐。紧接着你将10斤盐交易给赵七号。就在这时，久违的系统声响起，恭喜大家存活至第6天，明天将是保护期的最后一天，接下来会进行系统排行，根据排名高低每个人都有奖励。0点整开启临时商店供你们购买所需的物资，请理性消费。保护期过后，你们将彻底暴露在这个世界，任何生物都有可能发现你们，所以请随时保持警惕。看完信息
信息，打开排行榜，一行行数据飞速刷新，全球幸存者排名第20位，我特么是20名，没想到夏老竟然是第2名。这时赵七号发来信息，阿天，你多少名？我299名，比上次高这么多。下一秒，传送阵亮起，赵七号的身影出现在传送阵中。小子，我来了，不表示一下你多少名？说，要是排名比我低的话，哥保你。别这么自恋，哥哥我排行20。卧槽，20，还有不到1个小时0点就到了，在这一起等着吧。随即两人坐在床边互对起来。时间飞逝，很快来到0点，一块光幕出现，点开武器区，琳琅满目的武器出现屏幕上。没一会，你浏览完毕。7号，你的显示的商品出来中每个区是不是只有9号？难不成你的也是？你点点头，我们两个对比一下，看看商品是不是一样的。话音落下，两人开始对比商品，不多时两人对比完毕。看来每个人的商店商品都大不一样。先不管这些，我们把自己看中的东西再买下来。7号，你就去问问你加入的那个联盟看看。随后你将自己所需的商品买下，花费27823枚血核换取铂金级运养灵菌种3斤，黄金级驯化卷轴1张，白银级乙卵增产药6瓶，50平方米小型池塘1个。紧接着取出排行礼包，瞬间化作4件物品：一张1万的血核卡，一张随机铂金级道具卡，一张随机铂金级卷轴卡，一个铂金级宝箱。7号，你的大礼包有什么东西？一个字，惨不忍睹，就500血核卡和一个破白银宝箱没了。你强忍笑意，使用了血核卡，获得1万血核。然而就在你使用铂金道具卡时，赵7号取出白银宝箱，掀开我的白银宝箱电道。还不等你反应，赵7号已然打开了宝箱，2个光球浮现，一人1个。话音落下，赵7号率先取过光球，一把长枪出现在手中，冰枪，品质白银级，带有一丝微毒，能短时间抑制伤口愈合。见状，你伸手取过光球，一面盾牌出现在你手中，木质藤牌，品质青铜级，做工轻巧，防御一般。随手将其甩给赵7号，给你，一攻一防，不错的搭配。当即你接过道具卡，一阵光芒闪过，一匹霸气的机械战马出现在面前。机械战马，铂金级，最高时速120公里每小时，可承载500公斤重量，自带初级智能 AI， 拥有基本的护主功能，单次连续奔跑能量核心续航时间72小时，可升级改装。此时赵7号见西西的靠了过来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这战马借你一段时间，反正如此高温下也没办法骑。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话音落下，赵7号见西西的带着战马站在传送阵上，消失不见。目送其离开后，你将宝箱和卷轴卡一并使用，获得一张武器进阶卷轴，一张卡片，一个精致的戒指，人力踩踏水车卡，品质铂金级，使用后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版水车，可以将水从低处运到高处，也可以把水运到别的空地上，用于灌溉的道具。护身光盾戒指，品质黄金级，启动后可以形成一面光盾，可以抵抗黄金级以下的攻击，轻便携带。将戒指戴在手上，意念一动，一道光盾出现在身前。狂魔，你等下全力攻击我，试试能不能破了这盾。下一秒，狂魔的身影化作一道红色闪电，撞击在光盾上，光盾泛起一丝波澜，而狂魔则被反震了出去。不行，主人这盾太硬了，我破不开。收起光盾，将寒弓取出，使用进阶卷轴放在弓身上，瞬间弓箭浮空，刺眼的蓝光迸发而出，一把更加幽蓝的弓箭出现。寒灵弓，品质钻石级，可自动凝聚20支寒灵箭，命中目标后造成短暂冰冻效果，且会分叉形状如鳞状，难以拔掉。蛮力只会让伤口2次扩大，同时造成低程度的冻伤。20支箭时使用完将进入5分钟冷却期。收起弓箭，转身向屋外走去，来到以后身边，取出增产药剂，随后将药剂效果、副作用都说了一遍。阿银，4级蚁巢就差蚁群数量没有达标了，升级4级蚁巢火灵就能升级到钻石级。行，我试试。主人你可要好吃好喝伺候我哈。我会的，大不了我破财给你买大补药。随后将药剂给蚁后喝下，药剂下肚，蚁后的腹部突然变大，好饿。蚁后的声音掺杂着疯狂。刹那间，工蚁们迅速从冰窖内源源不断的将食物送到蚁后面前，而蚁后则疯狂的进食，还不够，还要。打开商场，花费5000血核购买了一瓶血气大补丸。血气大补丸，品质铂金级，效果服用后可以快速恢复身体失去的血气，回到最佳状态。拿着药瓶来到蚁后身边，将药瓶交给蚁后。阿银，等你产完卵后就服用1粒这药丸。我知道了。话音落下，你转身离开，回到卧室。白鲨、狂魔，我们去一趟远门。一人2虫站在传送阵上，白光闪过，消失在原地。此时你走在雪地上，看着赵7号开辟的几块农田，郁郁葱葱的长着作物。突然赵7号策马冲到你面前，怎么样，帅吧？下一秒，寒灵弓出现在手中。骑手先生，要不要试试我这破弓的威力？走，带我去冰魄池。好嘞，陈大少爷。不一会，你们来到洞口处。阿天，完事通知我一下来接你，去遛马了。说完，一溜烟的策马而去。看着那远去的背影，你青筋暴起，麻蛋，看老子以后管不管你就完事了。说完，转身进入山洞，来到冰魄池边，一跃跳入池水中，瞬间寒气入2个小时后，离开冰魄池，来到冰魄树前，伸手扯下几根藤条，手一抖，藤条如毒蛇般甩在冰柱上，瞬间冰柱应声而裂。满意的将藤条收起，走出山洞，带着2小只回到赵7号的卧室内，通过传送阵回到自己的卧室。就在这时，以后来到卧室，主人，孵化室内有936枚蚁卵等着孵化。你一脸震惊，936枚，走，去孵化室。孵化室内密密麻麻的蚁卵整齐排列，白银级10枚，青铜级90枚，其他全是普通级。当即你取出2个大缸，按比例将成长加速器勾兑，命令工蚁将蚁卵浸泡其中。良久后，在工蚁有条不紊的运作下，将蚁卵全部浸泡完毕。阿银，这个任务还是让工蚁接任算了。行，主人，你将那药剂给我，去安排。将加速剂交给蚁后，
后，转身离开孵化室，来到山洞口。此时已是晚上8点，看着高悬于空的烈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极昼要降临了。”打开蚁巢界面，点击升级，刹那间地面一顿震动，蚁巢界面随之一变。4级蚁巢，领地范围方圆200米。5级蚁巢升级条件：蚁群数量0.5万，血核0.10万。以后与自身战力要到达钻石级，需要签到1只钻石级护巢灵兽，护巢灵兽与蚁巢共存亡，在领地范围内来去自如。附属蚁巢1座，总蚁群规模要10万只，元素能量核心1枚。看着离谱的升级条件，你嘴角猛然抽搐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响起，特异通知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还有几个小时保护期将彻底结束。经过这7天的发育，你们已经有一定的自保能力，本系统将减少对你们的干预，相应的帮助将渐渐降低，如物品介绍功能将消失，宝箱将停止刷新，数量固定不变。祝你们在这一次的天灾能活下去。消化完狗系统的信息后，你整个人都不淡定了。等商店消失，就上架药水，赶在没贬值之前大赚一波。这时2条信息跳出，一个是夏华川，另一个是雨东篱笆，都是为了精绝灵泉而来。在一顿讨价还价后，最终达成一致，告知其稍等片刻后，你来到制作台前，制作了1000只石剑和几百个小木瓶。半小时后，你抓起木瓶，来到灵泉边上，将所有木瓶装满，将40瓶灵泉分别交给夏华川与雨东篱笆。交易完成的瞬间就进账3万血核。转身走出卧室，来到以后身边，将系统的信息说了一遍。所以阿银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警惕起来，得要巡逻，一定要加强巡逻。主人，你说的我记下了，我马上安排。告诉兵蚁遇到情况，第一次时间通知，别恋战。我们的优势不是单体进攻，而是数量碾压。明白。当即转身离去。就在此时，火灵破土而出，急切的道：“不好了，主人，出大事了！四面八方全是火，我们被包围了，你快出去看看，要不了多久就到我们这了。”干，保护期还没结束，就开始出意外了。等0点过后还了得？当即就向地面冲去。地面上四周都是浓烟，炙热的火焰如海啸般飞滚。取出1枚冰破钵交给火灵，火灵，这冰破钵你吃了，赶紧突破到钻石级。火灵接过冰破钵，直接吸收起来。实力，身躯猛然增长，没一会就突破到钻石中期。主人，我突破了，请吩咐。将方圆30米外的树、草、灌木全部清除，收集起来放在一边。说完，火灵本体剧烈颤抖，30米外无数荆棘破土而出，向外推去。玉树砍树，玉虫杀虫，很快森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夷为平地。此时的火灵略感疲惫，主人，给我一些血核，消耗太大了。闻言，你取出一堆血核，你全吸收了。不够，我还有。够了，主人看我的。森罗万象，在火灵全力爆发下，这些荆棘疯狂了，推进速度不知道快了多。与此同时，你将收集的杂草点燃，瞬间筑起一道10米高的火墙，熊熊燃烧的火焰将狂奔而来的虫子尽数烧死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焦糊味。就在此时，一声脆响传来，只见防护罩上出现一道道裂纹，随着一声破碎声，防护罩彻底崩解，化作点点星光消失。一道提示出现，保护期结束，限时商店关闭。与此同时，远处一只实力强大的虫子从地下钻出，齐刷刷地看向你的方向。干，这么大火都烧不死你们，看来要陷入一场苦战，准备战斗。远处虫群们齐齐发出一声吼叫，随后朝着蚁巢的方向奔来。火灵，等他们靠近，你就将他们包围，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好的，主人。当虫巢来到蚁巢外时，无数荆棘窜出，将冲在前面的虫子尽数变成虫串。火灵钻石级的气息爆发，后方的虫子顿时四散而逃。火灵，抓一些活的。下一刻，无数藤条将一只虫子尽部进原地。干得漂亮！天眼发动，扫过虫群，潜力全部锁定在钻石级上下，全杀了，别破坏尸体，某人还有用。就在这时，赵7号信息跳出：阿天救命，我被包围了。阿灵，你能离开原地吗？不能，但可以分离出分身，有钻石初期的实力。行，狂魔、白鲨，跟我走。阿莹，你留下看家。说完，你将虫尸收进空间，转头向卧室跑去，踏上传送阵，一人3虫来到赵7号卧室内。当来到冰破洞口时，你将星辰划分给白鲨和狂魔，抵抗寒毒。做完这一切，你一个箭步进入山洞，刚进入山洞就被10几只蚂蚁包围。冰水螳螂冰蚁特性：极寒切割，冰毒注入，一种以冰水为食的蚁种。冰破蚁不过是他们的看门狗罢了，看你的了。手掌伸出，火灵的分身瞬间暴涨，无数藤条将冰水螳螂蚁刺穿，瞬间失去生命。越过满地的尸体，看着狼狈躺在地上的赵7号，你咋这么逊？没死就起来，赶紧离开。赵7号快速起身，两人快速往洞口跑去。然而刚跑到冰破树下，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冰水狼蚁挡住了去路。快往回跑！你大吼出声：阿天，我们被包围了！你看他后面。此时身后也被一群冰水狼蚁堵住。你一咬牙，伸出手，火灵分身将赵7号卷起，绑在战马上。你干什么？赵7号愤怒吼道：把这个废物带出去！战马收到指令，一个加速冲向你，将挡在前面的狼蚁撞碎。冰水狼蚁群迅速调整方向，朝战马追去。看着远去身影，冷笑一声，转身再次进入冰洞，将为数不多的狼蚁尽数抹杀，一头扎进错综复杂的隧道内，在一个角落停下，给赵7号发去消息。还没说完，机队冰水狼蚁朝这里赶来。当即你一头扎进另一条隧道内，另一边战马将赵7号拖回地面，跃下战马，连忙打开信息，看到信息，他立马回到卧室，来到鬼虫池边，看着缓缓蠕动的黑色液体，快点快点啊！怎么这么慢？不行，这鬼虫池转化的太慢了，阿天可能撑不了这么久。随即打开联盟群聊，紧急情况，有谁愿意帮我救一个人？事成之后我赵7号甘愿为奴。本人
排名299。这条消息如巨石入水，砸出无数水洼。说说你的情况吧。本人排名233名，不知道有没有资格。事成也不用你为奴，把你最珍贵的东西给我就行。我的兄弟为救我进入了一个蚁巢，那些兵役的实力普遍在铂金级，应该会有更高，所以你不够。不过谢谢，我去，你好友这么猛的吗？节哀吧。这个群除了群主应该没有人有资格，要不你去求求他。斗胆问一下，你好友排名多少？如果够格的话，或许我可以帮帮你。排名20，抱歉，可能我帮不了，连排名20都解决不了，我那位大人也无能为力。就在赵七号打算放弃求援时，群主的一条信息瞬间让他找到了希望。我可以救，但是你得让他加入我的联盟，同时你还要成为我的奴人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陈天。可以，我准备一下。蚁巢深处隧道内，蚁瑟瑟发抖地躲在一个洞，通过迷你小蜜蜂找到了蚁后的所在地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这蚁后的实力只有铂金级。等下，听我指挥，你将洞打过去，我要活抓蚁后。主人，你确定？狂魔颤抖地说道。要不你们在这里待着，我自己去。不行，死也要和主人死一起。狂魔说的没错，大不了死在一起。行了，说什么丧气话，赶紧干活。火灵分身发力，一点点地打着洞。不一会，洞口与蚁后只有一面之隔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狼蚁好死不死地将墙面撞碎。不好，暴露了！上，拿下蚁后！火灵分身瞬间发动，将蚁后牢牢地禁在。当冰髓狼蚁群赶到时，你已来到蚁后身后，举起寒灵弓，给老子停下，不然死！感受到死亡气息的蚁后立刻下令，给吾停下！你想咋地？让我们离开这里？为了我的安全，你就先跟我走一趟，到时候自然放了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另一边，冰洞口，赵七号与徐雨茹站在洞。雨神大佬阿天就在下面，只要你能救，我甘愿为奴。见他不为所动，你不救，我自己救。说完，赵七号直接进入山洞，而徐雨茹则微微动容。冰凯，要不我们冒一下险？主上，要是正常环境我不阻拦，但是现在我要违背你的命令，你不能下去。行，我不下去。冰凯，你下去帮他一把。说完，冰甲虎风朝赵七号追去。此时两小只正压着蚁后走在隧道中，听见脚步声的赵七号立马警惕起，去，有动静！掏出白银级的冰枪傍身，两批人越来越近。就在一个拐角即将碰面时，赵七号先发制人，就是现在！死蚂蚁，给老子去死！然而长枪刚准备刺出，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阿天，你没死！看到其身后跟着的蚁群，赵七号立刻跑到蚁群前方。阿天，你快走，我来断后！你伸手一巴掌拍在赵七号后脑勺上，断你个头啊！又菜又爱玩的家伙！到人家地盘送人头，看清楚点！白痴！狂魔和白鲨扛的是什么？这是他们蚁后，我还需要你断后吗？闻言，赵七号立马明白过来，你真他妈太牛了！直接生擒蚁后，说说这只冰甲虎风是什么来历吧？我给你的尸体可没有钻石级的。随后，赵七号将来龙去脉全盘托出。为奴，亏你想得出来！不想以后再出现如今的情况，就好好努力。残灵如今只是初级形态。说完，看向冰甲虎风，带我去看看你的主人吧。第11名的实力应该很强。说完，众人向洞口走去。很快，众人来到洞口处，只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出现在你眼前。冰甲虎风立刻飞到徐雨茹身边。当两人四目相对时，你全身一颤。阿姐，真的是你！阿姐，你实力好强啊！两只钻石级战力的火灵虎蜂王和这是冰甲虎蜂，30只铂金级火灵虎攻锋。小天，你也不错，这么久不见，你居然连阿姐都忌惮上了，这让我有些失望。哪有，是阿姐气势太强了。就在这时，蚁后的声音响起：现在你安全了，可以放了我吧？放你可以，只要你将你这条命给我，就放了你。我这有2个选择：一，我杀了你再放了；2，臣服我再放了。嘴里说着狠话，手上的弓箭已然抵在他脑门上。baby， 我臣服。感受到死亡气息的蚁后发出一声不甘，当即你取出附属蚁巢卷轴，放在其额头上，随后你将一滴鲜血滴入其中，三者接触的瞬间发出淡淡的金光，随后融入蚁后体内。下一秒，冰魄蚁后气息暴涨，突破到了钻石初期。就在这时，卧槽，家里断网。